没有什么特别想挑战的。去年去了趟挪威嘛，然后很喜欢那个《查理和巧克力工厂》里面的那个旺卡，威利旺卡，因为我很喜欢反差很大的心理反差和舞台表现反差很大的这种人物，他就是一个。蛤蜊跟皮皮虾都属于比较常吃的，你现在抬头看看，就是这个钓竿啊，钓竿钓的实景的一个大圆盘掉下来了。我当时在一个楼梯，钢丝断了2根的时候，我还在最顶上站着，因为整个在我们所有演员头顶，然后所有演员从这个宣传楼梯往上面跑，而且场灯全是关着的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只能听到嘣嘣2声，然后这个钓竿的钢丝就断了。那一刻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吗？我感觉我就是生命走到尽头了，那种绝望，就现在回忆回忆都是蛮可怕的。因为我每次现在从那以后有一个习惯的，我在演出的时候，我就不经意间会往抬头看，就看有没有晃动或者松动的这种，就可能有一点点小的心理阴影。安全感来自于内心充实、自信，然后就是我是一直按照我的标准做事的方法去做事的，我不会违背我自己的良心。经典音乐剧我在现场都看过各个版本，我就没有看过西贡，所以那就西贡吧。啊，都蛮看重的，但是会从旋律先开始，嗯，就是比较擅长演悲剧，喜剧很难的，喜剧是需要你内心足够悲伤才能演得好喜剧。对，现在就做什么东西都是更加深思熟虑了，因为你要对很多人负责的。微信签名就是音乐剧演员，原来听摇滚乐就是从我一开始演摇滚年代开始的，然后现在枪花很喜欢的，就自己没事儿就会听，然后就是 Poison，因为我很喜欢他们，就是旋律感。吐槽，胖40斤我就可以忍受的，养成的习惯，早起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今年你睡得再晚，我早上也会就是不会超过9点是绝对会醒。去参加综艺在我眼里就是很叛逆的一件事。民乐，因为民族乐器很多那个弦乐器是比较相通的，更擅长下腰一点。劈叉是这辈子可能就不可能了，就错过这个技能了。你再看几斤的塑料袋儿，我们那儿的塑料袋儿应该是最大的，应该能装5斤嘛，或者10斤，也有10斤的，好像是啊。流川枫，我会拿30块钱买猫粮，然后20块钱吃饭。我很喜欢演配角的，我不太适合演配角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外形的原因。如果不是一个很符合我外形的一个配角角色，导演不会用我演。就是我再想演，他也不会给我这个机会。但是我很想演一些跟我本身条件反差很大的角色。堂吉诃德就老唐里面的词儿，所有的词儿，不光是那个追梦那一首歌，就是我都很喜欢。就是因为这些歌词，包括这个戏要传达出来的东西，真的是我内心去追求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郑云龙，旅行改变世界，祝旅行者传媒20周年生日快乐！